在天文上，我们常听到三个字：小行星。对于小行星这个名词，我们总是感觉很模糊，又好像了解它是什么东西。不过，如果请你解释这三个名词，好像又无法解释出来。小行星跟彗星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到底小行星是什么呢？其实，小行星是一种飘在太阳系中的小行星体。小行星的大小从数公尺到最大的小行星超过1000公里都有。这些大大小小的小行星漂浮在太阳系中，而这些漂浮在太阳系中的小行星体，它的行为模式和地球、火星等的行星一样，它会绕着太阳做运动，但是因为大小、质量都比一般行星小上了许多。而这种尺寸的小行星体，你觉得在太阳系中到底有多少呢？目前到2002年5月26号的资料为止，在太阳系中已发现的小行星的数量大约有119万8034颗的小行星，而其中大约有一半左右，也就是61万颗左右，有着正式的编号，所以大约还有57万颗左右还没有正式的编号。而这些小行星主要分布在太阳系中，其中大部分的小行星都会集中在某一个地区，这个地区我们称为主小行星带。而主小行星带在哪里呢？主小行星带的位置位太阳系中两个重要星球之间，火星跟木星。火星的轨道和木星的轨道中间刚好就是一个主小行星带的位置。这个地区已经发现的小行星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地区，总共大约有111万颗左右的小行星都集中在这个地区。简单来讲，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119万颗，有111万颗都集中在主小行星带里头。这个主小行星带占了小行星的90%以上的数目。而为什么要提到小行星呢？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露西太空探测器。露西太空探测器又有人称为露西号，它是一个 NASA 所发射的太空探测器，主要的探索目标是在太阳系中的一些小行星。露西号呢的目标是放在太阳系中的8颗小行星上。露西号预计会在太阳系中有一个为期12年的旅程，漂浮在广大的宇宙中，太阳系中。其实露西号在2021年的10月已经发射升空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总共搭载了3个科学仪器，一个是光学的成像仪，另外一个是彩色成像仪和红外线分光仪，而另外一个呢是热红外线光谱仪。除了这3个仪器之外，露西号还带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金属的板子。这个金属的板子上面刻着人类的20条讯息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这张图，这个就是露西号上面所搭载的一个金属板子，上面带有人类的20条讯息。虽然不知道未来有谁会看到这个讯息，但是可以代表说人类曾经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其实在很久以前，科学家就曾经发射过类似的金属片到太空去，并且带有人类的讯息，希望有一天有外星生命可以看到人类在宇宙中存在的证据。在1972年的时候， NASA 就曾经发射一个探测器，这个探测器我们称为先锋10号。在这个探测器上就带有人类的讯息。我们看一下后面这张图，这个就是先锋10号带有人类讯息的一张铝板。这个铝板上标示了人类的男和女和位置之外，也标示了我们位于宇宙中或太阳系中的哪里。而先锋10号呢，在1972年就发射升空，一直往太阳系以外飞去。在2003年以后，先锋10号就和地球失去了联络。现在先锋10号以每年 3.8 亿公里的速度朝向金牛座前进。当然有一天如果遇到外星人的话，
希望他看得懂这个铝片上画的是什么。回到露西号，露西号探测器发射以后呢，会重新经过地球2次，这2次的时间分别会在2022年和2024年。而这时候露西探测器会利用地球的引力产生加速的状况。当加速以后呢，露西探测号预计在2025年时就会进入主小行星带，并且飞越不同的小行星的周边，观察着小行星。在2027年的时候，露西探测器会前往木星，飞越木星附近的4颗小行星，并进行观察。在2031年的时候，露西探测器又会回到地球附近，利用地球的引力重新进行重力加速。加速以后，露西探测器会在2033年的时候到达小行星617号的周围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小行星617号在近几年发现，它可能是一个冰质的彗星，不是岩质的小行星。不过到底它是彗星或是小行星呢？到了2033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了。其实露西探测器在前几天的时候观察了一个特殊的天文现象。我们在地球上会看到红色的月亮，我们称为月全食。月全食的原理就是月亮进入到地球的影子中，而这个特殊的现象刚好被露西探测器所观察到。在2022年5月15号到5月16号的时候，地球上发生了月全食的天文奇观。当时如果你在地球上所看到的月亮将会是红色的月亮。而当时比较特别的是，露西探测器距离地球大约有1亿公里远的地方。露西探测器观察了地球、月球产生的月全食。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影片，虽然这影片只有2秒，不过这是 NASA 所放出来的影片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左边是地球，右边是月亮。当月亮进入到地球以后，突然就变暗了。在影片中，这2个星球看起来非常的近。不过这时候，露西探测器距离地球可是1亿公里之远啊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，有一个1亿公里之远的眼睛看着地球跟月亮产生月全食的现象。不过以现在而言，露西探测器正朝向地球前进，预计在2022年10月16号的时候，露西探测器将会从地球附近经过。它会利用地球的重力辅助加速，直接前往很远的主小行星带，准备拍摄不同的小行星。这也是露西探测器第一次使用地球的重力加速。接下来，它会飞越不同的小行星，拍下不同小行星的画面，传回地球。最后，你觉得这个长达12年的任务有机会会成功吗？留下你的想法和我们分享哦。我们下一次再谈谈重力加速这回事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分享我们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你留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喽。